1周前，一个自称叶管家的人出现在孤儿院，他说我是豫州叶家被暴虐的真千金。你慢点儿。11，当年害死小雅的那群人就在豫州，但他们全是偷天，我们惹不起。豫州，我来了。你就叫叶空啊？别说，跟你爸长得还挺像，长手长脚的。小空，我是妈妈。妈妈，怎么了，宝珠？是不是身体又不舒服了？哎呦，猪猪，你就快别哭了啊！又没人跟你抢妈妈，是吧，叶空啊？看来这个叶家并不欢迎我。你怎么不说话呢？跟个哑巴似的。不是，你这穿的叫什么呢？去上楼换一下去。晚上的晚宴，别给我们叶家丢脸。妈，叶空是吧？知道他们为什么叫你回来吗？不是因为他们有多爱你，而是因为温家联姻需要你。毕竟我宁死也不会嫁给一个瘸子，所以一夜之间，你从一个落魄孤儿变成了豪门千金，我是你最大的恩人。不过你也不需要感谢我，因为我会让你屁滚尿流的滚出去，叶家的一粒灰尘你都别想拥有。小11，你记住了，如果你是真心的想要去得到正常的家庭和亲情的话，到了叶家千万不许说话，一个字都不许说。千万不用说话，绝对记住了，你会气死人的。今晚我会让你知道什么叫尊卑有别。乔乔，那个坐在轮椅上的残废就是你的未婚夫，不过也是你高攀了他。他要不是个残废，他就是整个豫州身价最高的男人。啊？什么时候成了残废了？叶11，你知不知道这个月你契约了几个人？你给我管管你的嘴！老头，你知不知道你很烦？大爷，你怎么拧人小姑娘耳朵呢？就是，我都多大了，你还拧我？哎，你知道什么情况吗你？哟，这是你们家养在外面20多年的女儿啊？是呀，大师说小空体弱多病，得养在外。您看这孩子是不是和我们家老叶长得一模一样？的确，像你们2口子生的女儿，不错，比宝珠啊好看多了。您可别说了，宝珠也是您看着长大的呀。那时候我还以为她是我的宝贝孙媳妇儿，我对她好20多年呢。没想到我的孙子一出事儿，她就不想嫁了。不是，你这话怎么说的？什么叫不想嫁了？我们2家的死老头子第一开始就这么定的，说是我们家生第3个孙女才嫁给你的孙子的。话是这么说，可这孩子在外面养了20多年，他的脾气秉性谁知道啊？我们家的孩子他能差到哪儿去呀？是吧？那他能差到哪儿去？你这孩子直勾勾盯着人家干什么？你这孩子直勾勾盯着人家干什么？这孩子怎么一声也不吭呢？这脾气呀，也够腼腆的了。难道叶空是个哑巴？那我岂不是还要嫁给温擦？奶奶，我想跟叶家3小姐单独说说话，可以吗？好，好，好，快去吧，去吧，难得你开口啊。他们都认识10多年了，我就没见到我孙子对宝珠有那么一丢丢的兴趣。你看你家老三这一来，他就另眼相看。我孙子像我，看脸，看脸，看脸。从花河县孤儿院院长收养的孩子，摇身一变成了豫州叶氏的千金。叶空小姐，可以告诉我你们在玩什么把戏吗？曾4肢健全、跑步遛狗的邻家哥哥，
变成了双腿残疾的豪门少爷，你也只用了一夜之间。温先生，你相信我，我的惊讶不比你少。除非你告诉我，我昨天在花河县看到的那个人是你的双胞胎哥哥。看来我们都有需要保守的秘密啊。我没有，是叶家需要隐藏秘密。你难道不是叶家人吗？还在考察中。那是你考察他们，还是他们考察你？你猜？我猜无论需要哪一种，你都要留在叶家。不如我们做个交易，你帮我保守秘密，我帮你留在叶家，如何？你要怎么帮我？很简单，履行那个婚约。我不想嫁给你。我也不想娶你，所以我们只需要积极配合好，在这段时间积极的去扮演一个貌合神离的夫妻便好。期限呢？1周。成交。帮我调查一下，花河县孤儿院有一个名叫叶空的孩子，帮我查查他是什么情况。宝珠，这就是你那个养在乡下的三姐，和你们叶家的格调也差得太多了吧？哼，人家刚从乡下回来，一身的土腥味还没去干净，理解一下。别这么说，我姐姐只是刚回家还不习惯而已。你们谁要是欺负她，我跟你算账。温灿她虽然残废了，但我是真没有想到，她居然跟这么一个人订婚。叶三小姐，你为什么不回头？我们在跟你说话呢，你是不是也太没有教养了？姐姐，你是不是太饿了？要不我吩咐管家让他给你做几道热菜？不是，你在乡下都吃不饱吗？你之前过的都是什么日子？你喝过香槟吗？吃过这些甜品吗？若薇，不许取笑我姐姐，她可是我亲姐。你就是叶空吧？我是你表哥。我刚才听你妈妈说，你回来以后就没说过话，你该不会是个哑巴吧？哑巴？那她岂不是也没叫叶奶奶和叶阿姨？连妈都没叫过，太离谱了！早知道不把她从乡下接过来。看清楚了吧，这是我的地盘。姐姐，你要是害怕的话，我们可以先练习一下。我叫叶宝珠，是你妹妹，奶奶和妈妈都喜欢叫我猪猪，你也可以叫我猪猪。千万不要说话，绝对记住了，你会气死人的。猪猪，你怎么？你见过你妈吗？我见过，她跪着求我不要把你赶出叶家。你知道是为什么吗？因为她得了艾滋病，需要钱治病。她怕我把你赶出叶家之后，没人给她钱了。猪猪，你给过她钱吗？你给过她钱吗？他在说什么？是我听错了吗？叶空，你是不是疯了？就算你再记得宝珠，可她是你妹妹，再这样下去，叶家可不认你。宝珠这个名字还挺好听的。你知道你亲爸姓什么吗？要不要我告诉你？你给我闭嘴！你想打我？你算什么东西？你也敢对我动手？认不认我，轮到你来说了算。我看你长得这么丑，我怀疑你也不是亲生的。要不你去做一个亲子鉴定，正好跟你表妹一起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这是在闹什么啊？连州，你的脸……你们刚提回来的三表妹，她说宝珠不是叶家的孩子。胡说八道！叶空，我告诉你，宝珠可是我们家最宝贝的女孩。3岁那年，老婆子我煤气中毒，差点就没了。要不是她又哭又叫的把众人给喊来，恐怕你今天就见不到我这个奶奶了。至于我们叶家亏欠你的，我们叶家的长辈自然会补偿给你。但是你不能靠着这一点就可以随便欺负你的妹妹。是之前养你的那家要是没教你这些规矩，那好，从今天开始我教你也无妨。原来叶家还有这种故事，怪不得叶老太太对宝珠那么宠。是我也宠啊，那宝珠算是现在叶家的福星了呢。可这新三小姐说的
听着也不像是编的呀。怎么能信他呢？真的是，毕竟刚从乡下来，看到宝珠的待遇，心里扭曲也正常。妈，你不能这么说小空，他也是刚回家，回来这么长时间了，你听见他叫我一声奶奶了吗？啊！你最起码连一点礼貌你都不懂啊！奶奶，你养过我一天吗？就在这儿摆长辈的谱。孤儿院院长被我打得脑震荡，我才喊他一声爷爷。要不我也打你一下，喊你奶奶怎么样？你个混账东西！你在说什么？你个混账东西！你在说什么？妈，你是不是疯了？你怎么能这么跟奶奶说话？奶奶？谁奶奶？你奶奶？咱们两个都没有血缘关系，怎么可能会有同一个奶奶？少给我靠近！走，奶奶。我做梦也没想到能看到这么劲爆的场面。这个新三小姐该不会是个疯子吧？好恶毒的嘴呀，好可怕的脑袋。我以后要离她远点，可不能招惹她。大孙子，你这个未婚妻也太可怕了，要不然咱们这婚约那就算了。喂，温少，花河县孤儿院孙院长收养的第11个孩子，小名叫蒋世一，天赋特别多，就是性早就算一，算成较尖。还有一点，他嘴特别毒，而且说话不分场合，不在乎的。嘴毒。据说他8岁大的时候就比一张嘴骂哭过一个大人。不过孙院长特别喜欢他，所以我觉得这孩子肯定是个特别讨人喜欢的人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奶奶，这个未婚妻很好，我很喜欢。我们向叶家正式提出订婚吧。方思婉，我不管你跟海川是给他新买一套房子，还是把他打算送出国留学也罢，总之我不想在叶家再见到他。妈，小空也是我的女儿。你是打算气死我吗？啊！10几年前，宝珠把嗓子都哭哑了，才把我这条老命救回来。怎么，你现在想要另一个女儿，把我这条老命给收走吗？妈，你这是说的什么话？我会和小空好好聊聊的。聊什么聊？有什么好聊的？反正他也不打算认我这个奶奶，你也别在那自作多情，他也没打算认你这个妈。哎，我可没说不认我妈，我只是单纯的不认你。毕竟我妈没有亲口承认她叶宝珠是我妈的亲生女儿。怎么，你要学这个老太太认叶宝珠当亲生女儿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我承认，我的确来错地方。妈妈，小空，妈妈毕竟养育了宝珠20年，你听见了吗？啊，她既然不认我这个奶奶，那我们叶家也没必要认她。你给我轰出去！轰出去！都在这挤着干什么？不知道老太太需要休息吗？哎呀，海川啊，你可算是回来了。你这个新女儿啊，我算是惹不起啊！啊，新女儿！我可跟你说啊，这个家有她没我，有我就没有她。从现在开始啊，我只有一个宝贝孙女，那就是宝珠。你要是敢把她留在我们叶家，那你就等着给你妈收尸吧。哎呀，行了，老太太，这大晚上的，您早点休息啊。哎，你的头咋了？姨父，还不是叶空干的。姨父，叶空他真的很过分啊，欺负宝珠，还想把宝珠赶走，叶家绝不能认他。闭嘴！你一个姓方的掺和叶家的事儿，一边待着。你就是叶空？你也可以叫我11。哦，为什么呀？我是福利院收养的第11个孩子，大家都叫我11。你现在不是孤儿了，就算按照顺序，你也是我们叶家的小三儿。难听。嘿，还是叫你空空吧，这个名字可爱。哎呀，空空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奶奶啊非常喜欢宝珠，现在她年事也大，就怕受到刺激，所以说就是看在你奶奶的份上，咱也不能把妹妹赶出去，对吧？我告诉你，我非常非常讨厌她叶宝珠，还有那个老太婆，
如果你在我和他们之间，你选择他们的话，那这个爸妈我不认也罢。你们以为我很稀罕叶家？整个豫州都没人见过有人敢以这样的姿态对爸爸说话，而爸爸竟然没有生气。空空，不要把选择说的那么轻而易举。你口里所说的那个老太婆，那可是我妈妈，也是你奶奶。宝珠虽然是我的养女，但她毕竟是我和你妈妈的养女，对吧？就是一个宠物养20年，她也得有感情啊，更何况她是人呐。所以呢？所以我们不能这么做。你既然选择来到了叶家，一定有你想要的东西。既然喜欢想要，那就把它拿回去喽。哈哈，你要放心，我和你妈妈是非常喜欢你的。姨父，我看这叶空啊，根本就不稀罕叶家，要不然把他先送走，过个2、3年再把他接回来，等他学好规矩了，这样老太太气也消了。滚滚滚滚滚！不如让我把我的未婚妻接回温家，不知叶叔意下如何？不如让我把我的未婚妻带回温家，不知叶叔意下如何？哦，我怎么刚才听他说未婚妻？谁呀？谁是你未婚妻？自然是叶三小姐。那你是承认这桩婚事喽？从来没有否定。不对吧？我没有记错的话，自从你长大以后，我们2家家长每次提起这桩婚约，你都是充耳不闻的。我们还以为啊，你早已作罢了呢。叶叔，有些话我不想说的太明。你看看，那怎么成？就算我们2家有婚约，我们叶家的女儿也绝对不能这么随便的住到温家去。你听到了？那还真是遗憾啊。那接下来的时间，我们好好相处吧。我对豫州还比较熟悉，有什么想去的地方，我可以给你当导游。你确定？这是嫌弃温灿是个瘸子，这孩子是真的不分敌我的张口开枪啊！这么下去，叶家会不会因为他变成豫州上流社会的公敌？随时找我。走吧。宝珠小姐呀，可以说是老太太一手带大的，情分上连大小姐和二少爷都比不上，往后的日子啊，还得靠她。你们家的保姆话都那么多吗？一大清早倒人胃口。是你运气不好，碰上了话最多的那个，是吧，罗阿姨？是你运气不好，碰上了话最多的那个，是吧，罗阿姨？就你一个人啊？因为你造成的闹剧，大家都忙得不行，你倒是睡得不错。来叫声哥听听。那你先叫声妹妹听听。这么肉麻，我对叶宝珠都是直呼其名，凭什么叫你这么亲热？那可能因为我是亲生的，叶宝珠她是个假货。奶奶，猪猪，奶奶，您都多大岁数了，还想着爬楼追人呢？你听见了吧？你听见了吗？你个讨债鬼，你想气死我呀？你还赖着我们叶家不走了？你一口一个假货假货的，你这是在说谁呢？现在就给我从叶家滚出去！一会儿激动的又该犯病了。罗姨，把奶奶扶回房里边先休息。你好，我是你姐姐，我叫叶婷初。姐姐，嗨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双标是吧？叫姐姐这么干脆利落？你有没有考虑过，万一奶奶不小心从楼梯上摔下来，很危险的？没有。那你以后最好考虑一下。我要出差了，这张卡里有500万，你先拿去用，以后每个月会定时给你发30万的基础生活费。给我的？如果以后你在外面遇到麻烦，也可以找宝珠帮忙。看来你是真的很讨厌叶宝珠啊。我不应该讨厌她吗？不管该不该，我建议你最好还是不要讨厌她。有奶奶在，你就不可能把她从叶家赶走。何况妈妈还疼爱了她20年，也不可能赶她走的。所以呢？所以你讨厌她也没有用，只会让自己更憋屈。
这个世界上让我憋屈的人可没有，不管是我喜欢的还是我讨厌的，有我在叶家，他叶宝珠还能活得快活不成？怎么看呢？受憋屈的人都不是我。走了，拜拜。啊，这性格有点可怕呀。我觉得挺好的，至少他不会被欺负。妈妈，若薇说，我要是不带夜空参加他的见面会，以后就都不让我参加他的宴会了。那我还怎么在圈子里立足啊？小空，你就陪他去吧。小空，三小姐，有您的电话。找我的？是，温少爷问您今天是否要出去游玩，他想做您的导游兼司机。告诉温灿，我今天有一个见面会，没空见他。好的，小空，既然你决定要去，就要稍微遵守一下这个圈子里的规则，别动不动就把扇人耳光挂在嘴边上啊，尽量少动手。姐姐，你还没来过这么高档的地方吧？这可是豫州的上流人士才能进来的。若薇平时很喜欢举办聚会，她名下的酒庄、别墅、跑马场，都是我们经常举办派对的据点。谢谢啊。知道的你是叶家的人，这不知道的以为你是杜家的佣人，挺厉害的。天啊，温灿真的来了。温灿还真把这个土包子带来了。看来你不经常参加这种聚会，他们对你的到来很惊讶。我可是很忙的，未婚妻，希望你可以加深对我的了解，这样你就会知道，白捡到我这样的未婚夫是多么荣幸的一件事。你没事吧？表达一下我的荣幸，你不介意吧？真是刺猬，满身都是刺，扎起来了敌我不分。最讨厌装逼的人。谢谢这位小姐的关心，不过有我在，就不需要你帮忙了。叶小姐倒是占有欲很强啊。这话说的没错，不过这豫州没有任何一个女人喜欢我的未婚夫，这一点我很满意。姐姐，这就是豫州的上流社会，你觉得你能适应得了吗？姐姐，我要上去演奏了。乐坛中心的那个就是林先生，家里的富裕程度比不上其他人，但好在家里还有些权势，所以在一众二代里地位很高。怎么样，叶小姐？刚才这首曲子点评一下，这可是星州自己写的，好听。就这样？不然呢？你未免太敷衍了，是对我不满意呢，还是觉得星州的曲子不过如此？我没有。那就是你不会点评了。你以前是不是都没有听过现场演奏，都没有进过音乐厅啊？哎呦，我忘了，你是在孤儿院长大的。哼，怪不得昨天叶奶奶好像并不承认你，是并不喜欢你这个亲孙女吧？那你是不是要被赶出叶家了？若薇，别这么说我姐姐。你要不也加入我们演奏团吧？不会乐器也没有关系哦，可以拿三角铁。三角铁你知道是什么吗？我杜若薇呢，在这个圈子里还是有一点地位的。不管是来参加我的聚会，还是加入星州的演奏团，都可以成为你留在叶家的砝码。你说是不是啊，李英？哎，是。我跟你讲啊，杜大小姐可是公主嘛，你要是有幸能成为她的女仆，哎，你在这个圈子就有无上的地位了。
你说的太夸张了，但道理是这么个道理，你考虑一下。不是你的公主求着我来的吗？舔狗先生，如果你要给你的公主开舔狗聚会的话，那就算把她叶宝珠赶出豫州，我也不会来。你说谁是舔狗？说的是你啊，公主殿下最忠诚的舔狗。哦，让我举三角铁。哼，你这土包子还会钢琴，有本事你去演奏一曲。这什么？唢呐？他把这当成什么地方了？唢呐？他把这当成什么地方了？这唢呐是怎么混进来的？跟他混进我们圈子一样土吗？不愧是土包子，他这吹着两声想把我们送走啊！真恶心，就算是哗众取宠，也不能这么玩。夜空，你是怎么想到用唢呐吹的？是你只会唢呐，还是有别的原因？唢呐合适。听说曲子是你写的，写得很好。曲子写的是很好，但我觉得你更好。你愿意加入我的演奏团吗？不管你玩什么乐器，我都让你当首席，可以吗？不愿意。为什么？你这么有天分，不玩乐团可惜了。我以后可以根据你的喜好来写曲子。夜空，空空。小空空，我求你了，你就加入我的乐团吧。就算你只会唢呐，我也愿意配合你。我拒绝。哎呦，你就答应我吧。怎么样？现在觉得我的唢呐吹得够好吗？我说新人，你是不是有点太嚣张了？连在叶家的地位都没有争个明白，就跑来我的聚会上撒泼。我看你是真的不想在豫州混了。哇，恭喜你啊，舔狗先生，你的舔狗生涯也不算白费。得到了公主殿下的一次维护，你还能再努力10年。你这个土包子别太过分！土包子别太过分！我看你敢！从刚开始我就听你们一口一个土包子、乡巴佬在叫，你们这么叫我也不气，你太不把我温蚕放在眼里了吗？怎么，温大少爷是真的把这个土包子？就算叶家不承认他唯一的身份，他也是我温蚕认定的唯一的未婚妻。还是你们觉得她叶家大小姐的身份比不上我温家未婚妻来的尊贵？哼！再见了，舔狗先生。以后这样无聊的聚会，你们要怎么？你拉着我，我怎么给你推轮椅啊？那就单手推。这样很别扭的。那就双手推。我不想，你还是单手推轮椅吧。早知道我就没智能轮椅了。那为什么不换？老牌轮椅需要人推，比较气派。我最讨厌装逼了。在哪儿学的唢呐？水准这么高，应该学了挺多年的吧？花河县孤儿院。为什么一定要学唢呐？不是我自己选的。4岁的时候，孤儿院有个小伙伴去世了，院里没钱给他办丧葬，所以就自发组织了吹奏队。我呢，负责吹唢呐。看不出来叶小姐小的时候还挺善良的。院长说，如果我不参加的话，他就天天往我的盒饭里放洋葱。我最讨厌洋葱了。你笑什么？没什么，就是突然想起来，你比我小了7岁，你还是个小孩呢。你会和小孩成为未婚夫妻吗？我呢，已经到了可以和你接吻、上床的年纪。叶小姐，我建议你最好不要轻易跟男人开启这样的话题，容易招惹变态。我当然不会和别人说啊。可你不是个残废吗？以前没发现花河县的民风这么彪悍，可比不上你们豫州。
居然能和第一次见面的陌生人谈婚论嫁，而且对方还是个小孩。哦，所以斗嘴也是小孩的特质。你是在说你自己吗？你比我大7岁，都白活了。你要是再敢说一句，我就让天平师把你的人情你的家庭分子。好恶毒的大人！这你知道就好。所以你为什么一定要留在叶家？如果你没有遇见我，你也不能确保自己一定能待在叶家。面对你奶奶的排斥，还有叶宝珠的恶意，你会一直忍耐下去吗？能。你一定要待在叶家的理由是什么？甚至不惜和我这样的陌生男人订婚，也要确保自己一定能留下来。人人都拥有的东西，我想拿回属于我自己的一切，我一定要得到。叶小姐，你说的应该不是叶家的财富，还有你千金的身份，你说的是父母，是兄弟姐妹。别傻了，叶空，你觉得那些东西就一定是好的吗？昨晚我如果没有看错的话，你的爸爸妈妈可从来没有站在过你。既然你们都不听我的，我这个当妈的、当奶奶的，继续留在你们叶家也没什么意思。海川，你另外给我准备一套房子，我要跟猪猪一起出去住，总比待在这里被你的宝贝女儿气死要好。这是在说给我听？妈，都怪你，到处惹事儿。我刚到公司，又被叫回来开会。开什么会？还不明白吗？家庭会议，讨论你的去留。奶奶，您是叶家主心骨，您怎么能走呢？姐姐不喜欢我，我走就是了。反正我已经长大了，是时候该独立出去。您不用担心我。猪猪，这怎么能行呢？我的宝珠可是从小被如珠如玉宠着长大的，一辈子你都是奶奶的小孙女啊。至于他们不管你，那是他们偏心，没关系，奶奶会加倍的疼爱你。妈，我们没有不管宝珠。是你们管了，你们任由这个夜空家里家外对我的宝珠百般的刁难，百般的折磨，让她受了这么大的委屈，你们就是这么管的。奶奶，你不要管妈妈，妈妈对我已经够好了。姐姐在外面受了这么多委屈，妈妈弥补她一二也是应该的。你要是怪爸爸妈妈，那就是在怪我，都怪我太舍不得你们了，所以才死皮赖脸留在家里。你留在自己家，不存在死皮赖脸，而且你永远都是妈妈的好女儿，也永远都是奶奶的孙女，没有人会把你赶走。是啊，宝珠姐姐，那我永远都是你妹妹吗？当然。你还吃醋了？如果我真的会吃醋就好了，我就是因为这个来的。妈，不就是多一个人，多一双筷子的事儿吗？你实在不喜欢小空，你就当他不存在啊，当他不存在。我当他不存在行啊，那别人呢？你没听猪猪说，今天他头一次出去跟人家聚会，就把杜家和李家的孩子同时给得罪了。来一个巴掌都拍了行了，我不管是为了我们家的和谐，还是为了我们叶家在外面的名声，总之他不许在我们叶家的老宅再出现。谁要是有异议，我就当他是希望我这个老太婆从叶家滚出去。我会带着你的宝珠一起离开，我让你们一家团圆。既然这样，那我就带我的女儿搬出去。那我就带我的女儿搬出去。哼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是想要所有人都以为我这个老太婆容不下人，连媳妇都撵出去了？我不是那个意思。但是，你要让我和刚认的女儿分开的话，也是绝对不可能的。那你这是在威胁我吗？那我这一辈子都不想见到她，你是不是一辈子都陪她住在外面啊？那我看你干脆跟老大离婚算了。行了，妈。奶奶，我说错了吗？啊，我哪里有说错？先生，温少爷来了。啊，温少爷来了，都注意点。温少爷来了，幸会，有什么事儿吗？诸位好啊，我这次来到叶家，是准备和叶家谈一个生意，
叶先生也知道，我近几年一直在做互联网的相关产业，这方面做的也算小有成绩。最近正好有一个项目在找合作方，不知道叶家感不感兴趣？哎呀，这么大的项目，温少爷，应该有很多公司上赶着找你们吧？为啥偏偏要和我们合作呀？虽然叶家在互联网不算深耕，但好在叶家财力雄厚，况且大小姐也在，我相信叶氏的未来一定能在互联网领域有一席之地。这么大一块蛋糕，你主动愿意给我们家，说吧，什么条件？条件很简单，我要我的未婚妻以叶家二小姐的身份一直住在叶家住宅，或者她可以搬到我们家。怎么样？很简单吧？甚至不需要你们付出任何代价。说，是不是你？是不是你叫他来的？刚回到家2天半，不想着怎么样孝敬长辈，倒是把心思却放在了这个男人的身上。你就指望男人给你撑腰是吗？妈，你说的这什么话？你给我闭嘴！来人，把他给我轰出去！我们叶家绝不承认这种没脸没皮的东西。还有你以为拿个订婚的幌子就能给他撑腰吗？哼，你真当我们叶家没了这个婚约就不行了？我告诉你，我老太婆今天在这就做主了，叶家跟温家的婚约就此作罢。我倒要看看你是不是还能娶这个没有身份的不要脸的女人回去。妈，既然我的女儿在你眼里这么不堪，那我就带着她从叶家一起滚出去。不是你，感谢您这么多年对儿媳的照顾，抱歉以后不能再继续照顾你，但是还有婷初他们3个，好在你不缺晚辈，继续照顾你。好，鞠躬，有没有个晚辈的样子？至于您刚才提的离婚，离就离吧，我会准备好离婚协议书的。愣着干什么？收拾行李去。思婉，你这真遗憾啊！既然我的未婚妻已经不是叶家人，那看来这次的合作案只能告吹了。不过叶老太太，有一件事情你误会了，我愿意为叶空做这些，不是因为他是叶家人，而是因为就像现在，他哪怕不是叶家人，他也依然是我温婉的妻。你老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为了一个黄毛丫头，居然跟我翻脸！你什么意思啊？你为了叶空，你让我敲光棍了！你天哪！奶奶别闹了，我可不想这么大还经历父母离婚这种闹剧。你这传出去让网友知道了，咱们全家都要变成笑话。宝珠，赶紧扶奶奶回房间。你们等着啊！起开！没用的东西。爸，那妈那边，哎，你前几年不是把隔壁的别墅买下来了吗？不是刚装修好吗？让你妈带叶空去那住。思婉，你这是干嘛呀？真要离婚啊？既然你妈都这么说了，我当然也同意。小空，你怎么这么点行李？我把东西寄存在孤儿院了，我不确定能不能带过来。你这傻孩子，这有什么不能带来的？你是我和你爸的女儿，有我们在的地方就是你的家。把你的东西放在自己家里，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吗？你误会了，我是说我不确定这是不是我家。不是你啊，换句话说，我不确定你们有没有资格成为我的家人。我对家和家人的要求很严格的，必须是信任的人、信任的地方，否则我怎么能把我珍贵的东西放在那儿保藏呢？啊！你打我！我长大之后就没有人打我了。成为家人是不需要资格的，所以你到底什么时候才愿意把行李搬过来？首先，不能是叶家的房子。如果那个老太婆哪天把我赶出去怎么办？这个房子是我的，在我的名下。还有，不许再叫奶奶老太婆。那就算是你的房子，你能保证
就没有赶我走的那一天吗？你刚才都打我了，你怎么保证和那个老太婆一样不会把我赶走？行，那这房子姐姐送你了，明天就带你去过户。我看起来是会白嫖别人房子的人吗？我又不是抢劫犯。那你到底要怎么样？要不你把房子转移到我妈妈的名下吧。还有，任何人不允许擅自闯入我们的房子。哎，叶空，你别太过分啊！我见我自己妈，还要经过你同意？妈妈同意也行啊。我只是说不可以不打招呼擅自闯进来，这开门的权限也不在我个人手上。你把我当成要囚禁妈妈的变态了吗？这怎么一言不合就走了？都怪当年我没认出来，让他在孤儿院养成了这种性格。但是他一直住在花河孤儿院，中间也没离开过呀，怎么养成这么一个性格？你说这孩子。花河这个名字，之前是不是发生过什么事情？当时闹得挺大的，就是关于福利院那些孩子嘛。好，这样我派人再重新查一查这孤儿院。姐姐，你真的要和温灿订婚吗？虽然他条件的确不错，家世、样貌、能力都很好，但他毕竟是个瘸子。其实他要是没出车祸就好，说不定他不需要你。你现在不会还要说，爸妈把我接回来是为了不让你受委屈？你到底在逞什么强啊？姐姐，你还不知道吧？你跟妈妈从叶家搬出去的事情，大家都知道。你想知道大家是怎么说你的吗？脚家兴，臊不兴，灾星。不过你放心，我都有替你说话的。对了，姐姐，我今天来是来跟妈妈一起做烘焙的。这些年，我们每周都有这样的共处时间，怎么样？你也要一起？你什么意思？正好，就让大家都知道，是你不让我去找妈妈的。真是谢谢你，把机会送到我手上。说谎是一门艺术。这心狠手辣的怪物，我怕我真的死在这里了。宝宝，妈妈给你洗的水果。那是猪猪，他在那里站了多久了？2个半小时吧。猪猪，好烫！妈，快打给周医生，他刚给奶奶开完药，你得走。更何况，他比你乖巧懂事10000倍。和我有什么关系？这个房子是我的地盘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任何人都不许进。你们昨天已经答应我了，我只不过在执行自己的规则，而你不过1天就违规了。你疯了吧？那是一条人命，无论你再怎么讨厌他、恨他，你也不能……那是他自己不珍惜，凭什么要我替他提起？你这样做，最伤心难过的是妈妈。他已经很努力的想要靠近你，弥补你和爱你，可你让他看到2个孩子之间互相残杀，这对于一个母亲来说有多残忍，你知道吗？这么高温度的天气，你自己站在外面2个半小时试试。这样的温度很高吗？花河县夏天平均温度40度，孤儿院没有空调，风扇也总坏，2个半小时，我在这样的温度里度过了17个夏天。要不你帮我算算，这是多少个小时？你刚刚打我，我上一次挨打还是在10年前。爸，本来我应该10倍给你，但看在我们有血缘关系的份上，就抵了。爸，只有这一次。叶真，我不是来求你们施舍亲情的乞丐，你也没有资格这样高高在上的教训。
如果他醒了，就让他离开；如果还有下一次，我依然会做一样的事。如果他不怕死，就尽管试试。重度中暑是可能会要命的。宝珠小姐本来身体就不是很好，以后可千万不能出现这种事。叶家也真是倒霉，这哪里是带回来一个女儿，简直就是带回来一个灾星啊！走。你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我还要问你干什么呢？我知道你讨厌叶宝珠，那你也不能随便虐待她呀！你想让她死吗？不对，是他自己想死。如果换作是你被关在门外，这样烈日炎炎的夏日，你会选择离开，还是继续站下去？谁不知道他在用苦肉计？但你就算知道，像这种危害生命的事情，哪怕只有1/1的可能，你也要阻止，不对吗？你的意思是，就算他自己想死，错的人也是我这个旁观者，是吗？我再说一遍，她不是毫不相关的陌生人，她是爸爸妈妈养了20多年的女儿，是我和姐姐交20多年的妹妹。20年，哪怕是养一条狗都有感情了，更何况她比你乖巧懂事10000倍。我好像听见姐姐在说什么。妈妈，你真的一直要住在这里吗？难道我连见你一面的权利都没有了吗？哥哥，刚刚谢谢你，我刚才真的以为差点要死掉了。既然这样，为什么站门外那么久？我以为姐姐一定会让我进来的。是吗？没看出来。你对叶空的印象还是蛮好的，他明明已经在宴会上拆穿了你的真面目，让你颜面尽失。这样一个连奶奶都能气晕的人，你怎么还会相信他会对你释放善意？宝珠，我真没发现，你居然会这么以德报怨。妈妈，我那会儿情绪太激动了，所以顾不上什么。如果重来一次，我肯定不会钻牛角尖的。妈妈，你就跟我回去吧。姐姐性格那么偏激，我怕你在这里会受到伤害。我回去求奶奶，让她把姐姐留下来。我只是想让我们一家人幸福的在一起，为什么就那么难呢？宝珠，让你受委屈了。妈妈，你同意跟我回去了？珠珠，你是个好孩子，妈妈很感谢你的理解。可是珠珠，原本小空也应该在叶家度过那幸福的20年呀。你们就当我是一个昏了头的妈妈，面对叛逆的女儿，不知道教训，只知道维护。小珠，以后没有重要的事，你就不要来这边了。小空他对你确实敌意很大，即使以后你是因为他受了伤，妈妈可能也不能帮你出头。好好保护自己啊！妈妈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就是，我现在就是一个急于想和自己小女儿搞好关系的无能妈妈。你们要是真为我好，以后就不要来给我添乱了。哥哥，妈妈，我之前叛逆的时候，妈可不是这样。妈这也太爽了。哎，小空，你要出去吗？啊，温灿要带我去上他家转转。哦，去了温家要有礼貌，人家可是传承了几百年的老贵族，你可不能在那打人脑袋。你是不是对我什么误会啊？我又不是那种一言不合就给人开瓢的暴力狂。好了，我先去了，谢谢。昨晚睡得好吗，我的未婚妻？很好。你要不要给我介绍一下分家的注意事项？至少介绍一下成员。不需要，你随意发挥就好。
那到时候搞砸了，你可别怪我啊。我很期待。你别告诉我，这些都是你家佣人？对。你就是叶空小姐，我是温灿的父亲温荣，欢迎你到温家来做客。我叫叶空，谢谢你扶持，但我现在要去洗手，我有洁癖。你有什么？是我们家大的，让人迷路。这位小姐是？叶空。原来是叶三小姐。你好，我叫温莲，是温家的旁支的孩子，也是大伯的养子。像我这样旁支的孩子，今天家里面来了许多。待会儿吃饭的时候，你就应该都能看到啊。屋里还有2副头，大哥今天在，应该没人敢欺负。今天难道是什么特别的家宴？难道你们温家是什么相亲相爱的大家族？当然不是，他们是来抢继承人位置的。温家要换继承人？你也觉得不可思议吧？大哥就算一辈子站不起来，也不影响他掌控温家的权利。我也不知道大伯为什么这样做。他们父子的关系啊，太不确切了，搞得我很慌。你说你是温家的养子，那你也在继承人的名单上了？叶小姐就别说笑了，就我这身子，能活到30岁，都已经算是走运的了，怎么还敢觊觎温家家主的位置？神的欲望和身体强壮没有关系。如果你想得到温家，就算你明天会死，也不会影响你今天的行动。你怎么了？哎呀，莲哥落水了！有人推莲哥下水！哎呀，莲哥落水了！有人推他下水！莲哥，你为什么要推温莲哥？你这是杀人，你知不知道？我都亲眼看见了，你就是大哥的未婚妻啊！不过过了今天以后，可能就不是了。你别想狡辩，我们可都亲眼看见了。别以为有大哥给你撑腰就能高枕无忧了。温良哥在温家，跟大哥可是相差无几。你说话呀！你怎么不说话了？这倒心虚了。你们在干什么？你们在干什么？大哥，大哥，叶三小姐，看在两家的关系，我不会报警，但是我也不会允许一个会把病人推下水的女人成为我们家的儿媳妇。你怎么不问问是不是我推她下水，或者等她醒了问问她自己？这还需要问吗？我们可都亲眼看见了，是你把正在咳嗽的温良哥推下水的。就是，你敢说你没碰温良哥？好，我承认。三小姐承认就好，要不然等温莲醒了再问问也是可以的。不用问他，我全部坦白。你们就不好奇我为什么要推他吗？在此之前，我们从来都没有见过面，甚至连名字都不知道，无冤无仇的。你说我为什么要推他？为什么？因为他说温灿的坏话。怎么可能？你胡说什么？温良哥才不是那种人，他和大哥关系可好了。他不只说了温灿，还说了你。他说温家最近来了许多旁支的孩子，一个个血脉低贱，却还做着不切实际的梦。家主一发话，立马倒贴上去，恨不得给他舔鞋，好成功顶替温灿的位置。哦，温叔叔，他还说你是心狠手辣的老护士，儿子瘸了就一脚踢他。他说他是你的亲儿子，温叔叔，你还有私生子啊？叶小姐，我无意替你的长辈们效力，但是你刚才所说的那些话，不仅是对温莲这个受害者的污蔑，对我，这只是对温灿母亲的严重指控。我也只是听到什么就说什么，温莲胡说八道，那也只是对温叔叔的指控，这和死去的阿姨有什么关系？我和我妻子同你那商业联姻的父母完全不同，我们是真心相爱才结婚的。我的妻子现在也……那你怎么不去死？既然你这么喜欢你的妻子，为什么不和她一起去死？我是不懂。你和你妻子生的孩子，他瘸了，
你是想把他踢开，想找人顶替他的位置，想找人顶替他的位置。好了，你刚来豫州没多久，很多事情你不了解。接下来送你出去，替我走吧。嗯。这就让他走了？哎，夜空回来了，你妈跟你做的蟹黄包，快去吃吧。站住！妈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哟，你还知道喊我这个妈呀？我是你妈吗？为了这个刚认领回来的丫头片子，你连生活了几十年的家都不要了。我养了你几十年，我现在真不明白，你居然在这个年纪还能进入叛逆期。妈，我不是晚上也回老宅住吗？正好啊，4碗把饭做好了，一起吃啊。哎呦，我可不敢。不是说没有你那个女儿的同意，谁都不能进你那个家吗？就连我的宝珠都在外边差点晒死，我这个老太婆怎么能随便进你的家呢？奶奶，我们还是回去吧。回什么回？这也是我们叶家的房产，凡是叶家的都有你一份儿。给我站住！给我站住！夜空！哎，行，你给我起开！以前都不知道你竟然是这么个狠心薄凉的人。自打这个扫把星进了我们叶家，你养了20几年的宝珠都给丢到脑后了，连我这个妈你都不要了。妈，您先冷静一点，咱们有话进屋说啊。进屋？哎呦，我可不敢！没有你女儿的允许，谁敢进你家的大门？妈，咱不能在这站着，让人家看笑话。看笑话？哎呦，从这个灾星回到我们叶家，我们叶家已经在豫州成了笑话了。她是我女儿啊，也是你孙女，别一口一个扫把星的。你知道今天温家发生了什么事情啊？我一个朋友给我打电话说，这个不懂规矩的家伙把温莲给推下水了，昏迷到现在才醒啊。现在温灿就是个无法继承家主之位的瘸子，我也不知道这个扫把星是怎么勾搭上了温灿。你们一个个都以为他是找到了大靠山，在跟前抖起来了，可也不看看温灿就是一个废人。再说温灿他能看得上夜空吗？不要再说了。当初我同意让他回来，本就是想让他代替宝珠嫁给那个毫无前途的残废。宝珠被我们叶家娇养了20年，他哪里受得了那种苦？可现在倒好，这个扫把星在温家做出了这种事情，惹恼了温柔。我看他呀，连那个残废都嫁不成了。而你们这些蠢材，居然为了这么个东西，把我的宝珠欺负成这样，你们还有没有良心？你到底干啥呀？咱们行了，现在当务之急是怎么能让温柔和温家消了气。哦，那您觉得，我应该怎么做才能让温家消气？空空，当然是登门道歉了。人家要你怎么做，你就怎么做。就算是他们要以杀人未遂将你告上法庭，你也得乖乖去被告席上坐着。当然了，只要你以后足够听话，我们叶家也会花一点力气让你过得舒服点。毕竟你也是叶家的血脉。是吗？那我还真是荣幸之至啊！哼，现在的温灿就是个再也无法继承家主之位的瘸子。这个灾星不知道靠什么手段勾到了温灿，你们一个个都以为他是找到了大靠山，在我面前都敢抖起来了。可也不看看温灿，他就是个废人，他能看得上夜空？来，让我找找温灿的电话在哪儿。哎，找到了，发送。你，对了，再叮嘱他一下，让他和奶奶一起听。
知道了。他说知道了，哎，开心吗？死老太婆！哎，她是你奶奶，你怎么说话？都知道会被我气晕，还来找气受，有时候还真是搞不懂人类的感情。说女皇吗？不是。还有你，我从不拦着别人找死。妈，我饿了，想吃饭了。那你吃蟹黄包的时候小心一点，别被烫到了。知道了。你，妈，你说你招他干嘛呀？你心脏又不好。宝宝，妈妈想和你聊聊，好吗？好。宝宝，妈妈想知道你是怎么想的。怎么想的？您指哪一方面？就是你在面对你奶奶的时候，还有在面对宝珠的时候，你是怎么想的？怎么想的？反正我也没有把她当成我的奶奶，就是个莫名其妙就爱找我麻烦的老太婆。至于宝珠，我看在你们的面子上，真的已经对她很好了。我很少有真正讨厌的人，不过要是讨厌她的话，我一定会想方设法让她完蛋。那你之后想做什么？我才不告诉你呢！我要是告诉你了，你肯定就想方设法的保护她了。你为什么要哭啊？你是不是因为宝珠，所以害怕了？宝宝，你到底是怎么长大的呀？是不是如果当初妈妈没有弄丢你，你就可以比今天无忧无虑10000倍？妈妈好想知道你的过去，在学校有没有被人欺负，有没有好好吃饭、睡觉，有没有大人会保护你、疼你。可是妈妈又好害怕，我怕你比我想象的过得还要不好，那妈妈会崩溃，会发疯的。是我对不起你，妈妈又该怎么做才能弥补你呢？没事的，我之前过得可好了。你别哭了。至于弥补我，当然可以了。我就是为此而来的。小空，接下来这几天有事吗？说有也有，说没有也没有。怎么了？如果没事的话，就跟我一起去球场，就当是陪我去工作了。你一边打球一边工作啊？谈合同的地点约在哪儿？只有我们2个吗？有可能宝珠也会去。宝珠，姐姐，我要去球场谈个合作，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？真的吗？姐姐要带我出去玩？你别急着高兴，叶空也要去。我有什么好不高兴的？我正愁没机会和他好好谈谈呢。谈就没必要了，你们谈也谈不出个结果来。我只是想知道，你们到底能不能和平共处，哪怕只是表面上。姐姐，你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就是，这是你最后一次机会，如果失败的话，我就把你送去国外念书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烦了，我每次听到夜空欺负你的消息，我都特别烦。欺负人的是他，让你烦的人也是他，凭什么被送走的人却是我呀？因为夜空他是不会低头的，同样威胁的话对他说了，他只会转身就走。他没有走啊，奶奶也说把他送走，但他依旧没走啊。他好几次都把奶奶气晕了，而且他还叫奶奶老太婆。我和爸爸妈妈不想落得像奶奶一样的下场，
所以我们不敢威胁他。所以你就来威胁我？因为姐姐知道威胁你是有用的。你们是不同的，你不可能离开叶家，所以你一定会努力达成姐姐对你的要求，对吗？为什么，姐姐？你以前明明很喜欢我，我现在也很喜欢你，但是你的行为越来越离谱。最开始还只是3番5次挑拨奶奶，到后面呢，把自己弄到中暑也要晕倒在夜空的眼皮子底下。再这么发展下去，你是不是要递把刀给他，让他把你捅个半死？说的好像你担心我一样。我的确在担心你，我没那么多时间跟你谈心，你就说吧，球场你要不要跟我去？我还有的选，去。到现在都敢在我面前撒气，还说大家都欺负他。若薇，夜空和温灿明日会去玉碗球场，你去吗？呀，好巧，你俩还挺有缘的，这就又遇上了。加害者与被害者，杀人者与被杀者，难道你只是带你来跟谷主磕头道歉的吗？哎呀，好了，若薇，别太过分了，把他做过的事情说出来就过分了。温莲难道不是他推的吗？温莲都怕了你。也对，能对第一次见面的陌生人就下狠手的罪犯，很难让人不怕吧。温莲身体本来就不好，真够刻毒的啊！也是啊，一生气就把自己奶奶和妹妹气昏了，哇，怪人死的。这可能就是在外面长大的弊端，虽然是亲生的，但是和野种没什么区别。你怎么来了？温莲邀请了我，不过是因为听说你会来，我才来的。你会打篮球？当然会。我就不会，所以这样的地方我很少来。那你今天可以好好玩一玩，我可以当你的老师。你这都死韩非了，还能当老师啊？语言指导也不是不可以。夜空，你听不见别人说话吗？你回叶家这么久，还没改掉在外面养成的没教养的习惯，到底是叶家教的不够，还是你本质太烂，根本无药可救？杜小姐，你好像对我们叶家意见非常大。夜空回来不久，的确跟你们交流不来。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，不妨直接来找我就行。哎呀，婷书记，别生气。若薇一向是这个脾气。叶三小姐，您别跟她计较。一会儿给你道个歉啊！啊。哟，舔狗先生，又见面了。还有你，这才是我们第3次见，我就忽然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，在这么多人当中，只有你针对我针对的最积极、最认真。我刚才思考了一下，忽然想到一种可能，你不会是喜欢温灿吧？什么？若薇喜欢温灿？我靠，不是吧？你在胡说什么？我怎么可能喜欢他？我怎么可能喜欢他？一个残废，一个要被养子夺走一切的残废，我凭什么要喜欢他？我才不喜欢他。那就好，我就怕你把心思放在他的身上，毕竟他现在已经是我的未婚夫了。我这个人啊，占有欲特别强。我们走。让开！你把我往里面推，是已经订好房间了吗？没有啊，那你肯定定了。
我想吃甜品。行，不带了甜品吃。你还挺贴心的。这叫未婚夫的基本素养，知道吗？哇哦！可不可以忘了再有感情一点？哇哦！比刚才那个好多了。若薇，他说的是真的吗？真晦气！我不玩了。就是手腕放松，然后瞄准那个白边上，你去投，扔。哎呀，再来一次，这次肯定行，你信我，来。你能不能行啊？这很简单的才对啊。要不你来？说出来你可能不信，我之前练过散打。哦，还真没看出来。可能我真没有体力天赋吧。不玩。哎，别啊，再试一次。不玩了，不玩了，不玩了。要不我教教你啊，叶三小姐，你求求我，我就……哎呦，我操！你没事吧，哥？叶三，你疯了！你知不知道这样有可能会砸到人脑袋，会死人的？会死还来惹我，那不就是找死吗？你们天天在论坛里说我是疯子和杀人犯，却老围着我嘴贱，这种行为我要怎么理解呢？受虐狂？你不是不会打篮球？我告诉你，在这诸位，我打的最好。我现在教你，来接球！你神经病啊！接球！李，接球！你干什么呢？你到底是在为杜若薇出气，还是为自己出气？难不成杜若薇真喜欢温灿？没有，我看到了，她眼睛都哭肿，在人前都控制不住感情，那在背后指不定为温灿流过多少眼泪。舔狗先生，你可真可怜，他为你哭过吗？你闭嘴！我不管你们如何，这都不是你们找我撒气的理由。放心，还有晦气。叶空，你这个贱人！没事吧？没事儿。杜若薇，我不管你在玩什么苦情的爱情戏码，这是我最后一次警告你。就算你暗恋温灿暗恋到死，就算这舔狗舔你舔到死，都不要再来惹我，更不要把我和温灿牵扯进来。你胡说！我是不是胡说，你自己知道。就像你现在，你疯狂的骂我已经想要揍我，到底是想为李英报仇呢，还是因为我是温灿的未婚妻呢？你想走？已经被你打成这样，难道你还以为自己能全身而退吗？还是你觉得你叶家就可以真的只手遮天了？你不说，我都忘了。让开！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，我就当你知道。多年前，花河县福利院李氏慈善基金。你是谁？你是谁？再见了，舔狗先生。你站住，叶空！你不会真的觉得你……住口！是我的错，不怪他们，是我先动的手。这件事到此为止。你在说什么呀你？你怎么了，小空？可能低血糖犯了。低血糖？你下午不是才吃了一大份甜品吗？我贫血，不过现在好很多了。15到17岁的时候，我贫血贫到随时随地都可以晕倒的程度，半夜经常睡不着觉，半夜还会因为心悸醒过来，经常性耳鸣。还有一次，我半夜想翻窗户爬出去，结果爬到一半头晕犯了，差点没摔死。上来。给我叶宝珠吗？真好啊！我从小就没有姐姐背、抱、牵我，比我大的人
都喜欢揍我。他们会在我的床上泼水，打碎我的盒饭，还会在我衣服上乱涂乱画，这些都没有什么新意。那什么是有新意的？有新意的啊，有新意的是有一次，他们把我当花儿一样埋进土里，只露一个脑袋在外面。也多亏了他们，让我平生第一次看到了星星的升起与降落，然后我就创作出毕生最喜欢的一个作品《星空图》，也会给你看看。你怎么不走了？是我太胖了吗？对，你胖死了。我怎么可能胖的？我一点都不胖，肯定是你太弱鸡了。若薇，夜空那天居然当众说你喜欢温灿，你闭嘴！这可不是我说的，是姐夜空说的。但是现在整个圈子都在讨论这个事情。夜空，话说那天李英被打，居然还能维护夜空，该不会他也喜欢上夜空了吧？人都有弱点。夜空最亲近的人是谁？我好像在爸爸调查的资料里看到过，好像是夜空孤儿院的院长。据说他是夜空唯一承认的亲人。夜空的亲人？反正我是咽不下这口气，你就看我怎么捉弄你。我爷爷呢？夜空，看来你的院长爷爷真的对你很重要。看来你的院长爷爷真的对你很重要。我就奇了怪了，到现在为止，你还觉得我好欺负？就是欺负人吗？你以为就你会啊？你们这样的豪门大小姐，是不是以扇别人耳光手速，确定圈的地位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我可以扇你，扇到毁容。你想试试啊？啊！好了，别打，不要再打了，会有麻烦的。夜空，你个贱人，给我等着！我等着你。消消气，来坐下歇歇。你今天动了杜家的宝贝，他们肯定不会放过你的。要不你先回家吧。为什么要回家？我跟你说，豪门的那些人很会欺负人的，他们根本不管法律如何，把你也打一顿，反正他们有的是钱赔医药费。我跟你说啊，这种时候抢的就是先机，抢得先机，我们才能掌握大局。走吧。你还真是个怪人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吐槽我呢？我这不是吐槽，是夸奖。谢谢你的提醒，我觉得你说的对，我也是这样想的。什么意思啊？豪门的人不讲王法，要抢占先机，才能掌控大局。夜空是吗？你可以选择主动跟我去医院，要么就让我的保镖强行把你带走。除此之外，你什么都做不了。杜夫人，你要带我去医院？那如果我去了，你会怎么对我？我不欺负小孩，你只要跪在我女儿面前磕头认错，直到她愿意原谅你为止。那如果她不原谅我呢？我说了，直到她愿意原谅你为止。那她也要掐住我的脖子，扇我几个耳光。你把我带去医院给她解气，也会让她这样对我吗？这不是理所应当的吗？我的女儿从小到大，我都没有动过她一根手指头，你竟然敢这么对她！理所应当？可按照你说的，应该是杜若薇先被大卸8块，
毕竟他欺负的人数都数不过来呢。所以，你是为那些不值钱的贱命鸣不平？你不会以为自己是来上流社会里当女侠的吧？既然你的父母没有教你，那就让我来教。什么叫上流社会规则？还是你准备让我的宝我现在知道了，你女儿的这副德行是跟谁学？欺负别人的时候，不觉得自己需要付出代价，但自己受欺负的时候就会愤怒，要求对方10倍奉还。你们天上面贵？哼，也太不要脸了吧！夜空，我是不会去。但如果你让你女儿跪下来给我磕头，还是能考虑考虑。好大的胆子！杜夫人，你错了，我可不是什么行侠仗义的女侠，锄强扶弱，我只占了一个字，那就是被除掉的强。给我动手！住手！你没事吧？啊，吓死妈妈了！方思婉，你是要让叶杜两家彻底撕破脸皮是不是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什么都不知道你就敢来这儿帮他？我告诉你，方思，我的女儿刚被这个叶丫头打进了医院，今天就算叶海川在这儿，我也要让他负责，否则杜家和你不死不休。空空，是你做的？是我做的。杜夫人，我爸是叶海川，我未婚夫是温灿，我也是你们口中说的上等人。既然如此，你那套欺负人不需要付出代价的规则，这规则我拿来用用怎么了？把他给我带走！带走！我看谁敢动！妈妈，谢谢你能来。走，妈妈带你回家。你既然这么舍不得你这个女儿，那你就和她一起好了。不要让这个小畜生为他的所作所为付出1000倍、100倍的代价。在叶家还没来人之前，尽快把叶空给我带走。要是你方阿姨愿意，那就连她一起。怎么还不懂？对不起，夫人，我送你们回家。杜夫人，你教我上流人欺负别人不需要付出代价的规则，我学会了。爸，你干嘛呀？你打我！叶空，我对你非常失望。我本以为你只是从小缺乏教导，性格偏激了些，没想到你自从来到叶家，险些害人性命啊！你简直无法无天！是叶宝珠跟你说的。宝珠说的怎么了？难道说的不是事实吗？你知不知道得罪了陆家，我们叶家也不好过啊！所以你有先了解是那个女人先找我麻烦的吗？那又怎么样？那也不是你杀人的理由。叶空，你给我听着，现在开始，不允许你踏出叶家半步，我会让管家看着。真是可笑！你看，我打了杜家那母女，叶凯川要禁足我要离家出走，明天来接我，未婚夫。好。进。今天的事我已经和爸爸解释了，他打你确实是他的不对，无所谓啊，反正也是无关紧要的。小空，姐姐问你，你跟那个杜家是有什么渊源吗？或者是说那些家族？你为什么这样问？你是可以依赖我们的，至少可以依赖我。无论你什么时候需要帮助，我都会站出来。好吧，如果以后我有需要帮助的地方，我一定毫不犹豫的向你寻求帮助。会有危险吗？你是问我，还是问别人？当我没说。对了，
刚才你说需要帮助的时候一定会找我，那我们拉钩？好吧，我们拉钩。姐姐还真是个完美的实验品。实验品？我？对啊，就是你。什么实验？是可以帮助夜空得偿所愿、实现心愿的实验。就比如我现在想吃又大又甜的葡萄，姐姐能不能弄一些上来？等着。对了，忘了跟你说，这么跟姐姐说话的话，会挨揍的。实验品。妈，你以后还是不要和叶宝珠联系吧。天珠，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就连名带姓的称呼宝珠了？不然呢？你是真的不把宝珠当妹妹了？我的妹妹本来就只有叶空一个人，你的小女儿也只有叶空一个人。可是，无论如何，我们都和宝珠一起生活了20年，她叫了我20年妈妈，也叫了你20年姐姐。还有这些年我们对宝珠的疼爱都不是假的。妈，我知道你平时看电影电视剧都喜欢大团圆，一定也希望我们家能一步一步按照你想象的那样越来越团圆。但我还是奉劝你消这个念头，夜空不可能和叶宝珠和平共处，而我绝对站在小空这一边。秦小姐，秦小姐，秦小姐，您不能这样。先生，秦小姐硬是要往里冲。没事，我跟她谈。秦小姐，你这是……秦小姐，你还叫我秦小姐？你知道所有人都在说温家的实权人已经换成你爸爸了吗？你知道，甚至有人想给他介绍相亲对象了吗？那又如何？那又如何？那你知道，有人向你爸爸推荐了我作为结婚对象，我父母欣然赞同，你爸也毫不推拒吗？你这是从哪得到的消息？文灿，你必须要帮我，这件事是因你而起。你先冷静一点，我可以帮你。你想让我怎么帮？3日后，你父亲的生日宴会，你当众取消和叶空的婚约，假装和我在一起，只要让所有人都知道就可以了。你爸这么爱重名声的人，一定不会和自己孩子抢人的。你为什么不回答我？你难不成还要拒绝我吗？还是你真的想看着我给你当后妈？你知道我妈跟我说什么吗？她说让我早点嫁给你爸，早点生个孩子，好当温氏集团的继承人。把眼泪擦干了，冷静一点再聊。我已经冷静了，温灿。等解决之后，我可以亲自给叶空道歉。我也愿意用我的全部身家为你们准备新婚礼物，只要你肯帮我。我可以帮你找更合适的联姻对象。你说什么？什么联姻对象能比得上你？什么联姻对象能让温家退却？所以你找我让我跟你订婚，是你提出的唯一的解决办法，对不对？不是，不是真订婚，是假的。或者不需要订婚，只要说我们在一起。温灿，你知道我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，我绝不能被你爸毁了，我也绝不能忍受这样的耻辱。你不愿意帮我，是不是因为叶空啊？可事后我会跟他解释的。事后？你的意思是让我瞒着叶空，让他误以为是我劈腿了，移情别恋了。可这件事就不能让别人知道，太丢脸了。一旦传出去，我一定会成为整个豫州的笑柄的。笑什么？我笑你怎么这么理所当然的提出这么离谱的要求？离谱吗？是我离谱，还是你爸想要娶我更离谱？就算是我爸离谱也好，
还是你可怜叶空，这都不是你可以理所当然让叶空为你付出名声的理由。叶空被莫名其妙的分手，被你他不会丢脸，他难道不会成为整个豫州的笑柄？可他不会受任何实质性的伤害啊！反倒我却面临着嫁给你爸这样荒谬的灾难。我懂事后应该向所有人解释的。我可以吗？但不。那你还有什么其他好处？产生舆论压力，让所有人都知道温荣是一个癞蛤蟆小屁孩，老牛吃嫩草的家伙。到时候关注这件事情的人多了，他自然而然就会出来澄清，说不定就会放下。不行，这件事就不能让其他人知道。被温荣这种不要脸又没用的老男人觊觎，我光是被别人知道，我就觉得浑身发痒，恶心想吐。别人一定会嘲笑我的。听我说的办法，哪怕事后给叶空下跪磕头，我都愿意。只要你们帮我悄无声息的过了这一关，你们就是我的救命恩人。嗨，秦小姐，真巧啊！你现在就可以给我跪下磕头了。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？不好意思啊，秦小姐，我没来得及说。你太过分了，文灿！你可以去追他，我不怪你的。未婚妻，你的未婚夫可是很少难得的。看来秦小姐的秘密是要守不住了。小十一，3天后温荣生日宴，张之成会去，一切都安排好。欢迎大家来到温某的生日宴。想来各位近日也听到了一些传言，温某这一大把年纪了，为这种事澄清确实也有些不像样。但是事关我儿子最在意的人，所以温某必须得出来澄清一下。儿子最在意的人，他指的是谁？是叶空还是秦冉秋？在为秦冉秋澄清，那肯定是秦冉秋了。本来就是他们比较般配，叶空算什么？当然是爱冉秋更多。没听说过一句话吗？求而不得才是最好的。今天我就正式的做一个澄清，这位秦冉秋小辈，他是受到了我儿子的连累，只因为他曾经跟我儿子谈了一段刻骨铭心的恋爱，所以他就遭人诽谤，名誉受损至此。对于他们的感情，我们一直都是保持着任由他们自由恋爱的态度。如果最后秦小姐可以和我儿子重修就好，那么我们温家也是很愿意接受这样一位能力与德行兼备的好儿媳。父亲，请您止步。阿灿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今天不是应该去医院做检查的吗？临时起意，不过还好我来。今天我要是不来，我的未婚妻岂不是要被你们欺负死？父亲，你刚才说什么？谁和冉秋小姐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恋爱？谁要与冉秋小姐重修旧好？温灿这是什么意思？不承认？温灿，阿灿，我可没有教你做一个没有担当的渣男，哪怕是现在分手，在对待曾经的爱人，你也应该有最起码的尊重和保护吧。曾经爱过秦冉秋小姐，请问我们什么时候在一起？你怎么没有通知我？温灿，回答我，秦小姐，我们是接过吻、拥抱过，还是牵过手？怎么，做我的女朋友很见不得人？我要像做贼一样把它藏起来才行。你还有你，当我温灿是什么人？以为我不在场就可以随便污蔑我，随便往我的未婚妻头上泼脏水？阿灿，你就算再怎么喜欢叶空，那对于秦小姐也应该保持应有的风度。我一个残疾人，还要什么风度？温灿，你讲话一定要这么残忍吗？就算不是情侣，好歹也是朋友，你难道一点都不可怜冉秋吗？你们污蔑我，陷害我，让我未婚妻觉得我是个脏女人，还给她泼脏水，她不可。我们两个人，一个被叫做疯子，一个被叫做残废。父亲，我都已经没有前途了，为什么还要让我这么不痛快？看到你儿子这么丢脸，你很开心是吗？阿灿，如果像你所说这样的话，那是爸爸错，爸爸不应该听信秦小姐的一面之词。无所谓，希望从此以后您不再干涉我个人的一切事。那是自然。抱歉，各位，
耽误大家的宴会时间了，请大家自由享受桌上的美酒佳肴。一段时间不见，两位还记得我吗？杜若薇，叶三小姐，你为什么不回头？你为什么不回头？杜若薇，你的脸全好了。叶空，你不会真的以为自己能永远得意吧？过了今天，我就要让你们这对恩爱情侣成为整个宇宙最大的笑话。叶空，叶家的三小姐，你敢回答我，在你被叶家带回豫州之前，你一直都在哪里生活吗？不是说身体不好，所以养在国外吗？我听说是养在江南一带，反正是山清水秀的地方。我听到的版本是个豫州八字不合，所以送到别的城市去了。这意思是另有隐情？让一让。你不敢回答，为什么？是因为你知道叶家传出来的一切都是假的，什么身体不好、八字不好，把你养在外面，全都是疯话。在今年之前，你和叶家根本就彼此不知道对方的存在，你叶空不过是个乡下长大的孤儿。你闭嘴！今年之前，你叶空不过是个被狸猫换太子的可怜虫，而自打出生起就替代你的叶宝珠。那只狸猫，当它在豫州这个锦绣堆，叶家这个黄金铺里享福，当着金尊玉贵的大小姐的时候，你叶空在什么地方过着什么样的日子？杜若薇，叶空，你敢说你从出生就得到的地方，你生活了20几年的地方，如果不是叶家把你带回豫州，你还会一直待在那里？是花河，我没听错吧？是花河，是出事的那个花河。杜若薇在说什么？杜小姐，今天不是我们叶家或者你们杜家的主场，请你闹事也分一分场合。空空，我们走。放肆我！你们叶家自己闹出这么大的丑闻，把我们所有人都耍得团团转，你现在都知道急了。杜若薇，你不要这么跟我妈妈说话，有什么矛盾我们可以私下里谈。私下里谈？叶宝珠，你是不是真的把我当傻子？你一个假冒我有什么可跟你谈的？你这个不要脸的贱人，你真当我不知道？上次咖啡厅是你故意告诉我孤儿院院长和叶空的关系。你在说什么呀？你就算再讨厌我姐姐，你也不能这样理解我们。姐姐，我是把我的叶空去死，但你这种贱人生的小贱人，比他更让人反胃。只想着这些年跟你这种假货当姐妹当朋友的日子，我都恶心的想吐。够了！你有证据吗？证据？问你想要什么证据？我这……你在花河孤儿院留下的照片够？你在花河县小学留下的笔记够不够？你在花河县各大集市留下的记录够不够？如果这些能证明你成长经历的记录全都不够，没关系。有什么会比那个亲自将你换走，又亲自把你送到花河孤儿院的人，更能证明你的经历和来历呢？对了，你还见过她，就是你口中那个得了艾滋病的脏女人。请吧。虽然很脏，但作为叶宝珠的亲妈，作为仅凭一己之力就把整个叶家耍得团团转的人，你是最有资格出现在这里的，不是吗，潘女士？杜若薇，说话还是要负责任的，你不能凭空编造。空口编造？那这个够吗？是叶宝珠和潘女士的鉴定结果，母女的概率是99.7%。你自己拿去看吧。怎么样，叶三小姐，这个人证可还算有力？你还要继续不承认自己是来自花河，是在花河县孤儿院长大的吗？我没听错吧？是花河？是出事的那个花河？
杜若薇在说什么呢？哎，空空，我们走。我就是来自花河，那又怎么了？你承认？你承认你来自花河？我在花河县长大，直到今年我才来了豫州，回了家。我承认了，那又如何？快拍下来！我被狸猫换太子，我孤儿院的名字叫花河。除了上大学，我很少离开那里。我承认了，那又如何？你想说什么？你在高兴什么？你在得意什么？你在暗示什么？这花河县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，能让你露出这种胜利者的嘴脸？是因为花河县曾经发生过举国震惊的重大案件吗？小空，你是觉得我在花河孤儿院长大，肯定涉及其中，甚至是案件的当事人，是吗？你一张嘴就想否认，就想证明自己的清白。这现在怎么说怎么回事？案件发生的事，你刚12、3岁。方阿姨，她有能力解决好，我相信她，让她自己处理吧。你胡说什么呢？你有告诉你爸妈吗？快别闹了啊！叔叔这就送你回去。叶三小姐，好汉不吃眼前亏，这件事情不能再闹大了，不如您先回家，有什么事情之后再找杜家谈。你在说什么呢？你这个在牢里待了7年的当事人，强奸犯！你以为只有你在花河县见到了我？你以为当时我年纪小，只是远远一瞥我就不记得你？坐王，叶妈在说什么？你怎么敢在我面前出言试探，毫不遮掩，真是原地发笑！你可是在我面前被戴上手铐的张先生。家人们，谁懂啊？本来只是蹭吃蹭喝，外加见识豪门纸醉金迷的，谁知道居然吃到这么多。你在说什么呢，叶三小姐？你再怎么慌张害怕，也不能乱咬人吧？今天的闹剧差不多够多了，大家都散了吧。到此为止吧，叶三小姐。在这里的绝大多数人不会愿意再让大众记起那件事。这么下去，你知道会有多少人把你视作眼中钉吗？你不害怕吗？我有什么好怕的？我敢告诉大家，我从小在花河县。倒是你敢告诉大家这7年是干什么，在做什么？谁都知道，世成这些年一直在国外替我工作，才刚来豫州这么点时间。你个小丫头片子不清楚情况是正常的，但明知不了解还在这里乱说一通，就是你不对了。是吗？李总，你这么笃定？那是当然，他出国的任务可是我亲自派的。你知不知道名声这种东西对我这种良心企业家有多重要？你没有证据，就如此给我们公司的管理泼脏水，我要告你！证据？你要证据啊？好，我给你。好。他真做过牢？这7年他真坐牢去了呀！他李家也藏得太好了，还真以为当年那件事跟他们家无关，他们家清清白白的呢。江家为了这件事脱了一层皮，他们家就多亏张之成不姓李吧？太恶心了！干过这种事，居然还装得清清白白，居然还明目张胆的进公司，真告我！我只能说，不愧是才来豫州半年就声名远扬的叶三小姐。坐牢7年的人的确是，但是做出禽兽之事的人不是我，而是你。不，你们会为你们的罪行付出代价。张先生、李先生，我们查到您是重大案犯嫌疑人，请跟我们走吧。你不准走！你刚才说的一切，都证明了你的确是当年案件的当事人。我说的没错。
陆小姐，你是不是失心疯了？我女儿所在的孤儿院里根本不是当时事发的福利院，她都能记住张姐的分离了，说明她当年就在案发现场。她一个19岁的小女孩，会因为什么原因出现在案发现场？说你回答我。空空，我们回家吧。张志成和李总去花，就是去悄悄见你的。你给我闭嘴！你笑什么？我笑什么？我笑你不知道想干什么，不知道想要什么。杜小姐，你想说什么？你想说我被侵犯了？你想证明我是当年的那些孩子之一？那就算是，又怎么样？你承认了？我承认了，又怎样？你承认了？像你这样的人，凭什么混入我们的圈子？凭什么风风光光嫁进温家，嫁给温泰？简直滑天下之大稽！你凭什么这么理直气壮？唉，你们真的太好笑了！为什么一副抓着我把柄的样子？有没有人能来给我解释一下？就算我真的被侵犯了，就算我是那些孩子之一，那你呢？在你眼里，受害者应该怎样活着？应该像老鼠一样不敢露头，像蟑螂一样不敢见光，应该夹着尾巴藏着秘密，畏首畏尾的过一辈子，这才是正常的。那些和犯罪者有关的人，都衣冠楚楚，受着众人追捧，在锦玉堆里推杯换盏，觥筹交错，那凭什么受害者就不能理直气壮？你告诉我，如果是我绝对不会低着头躲躲藏藏的活。我要把那些犯罪者的姓名、地址、家族，还有照片刻在我的衣服上。我遇见一个人，我就告诉他我的遭遇，告诉他是谁伤害着我。我要让他们像老鼠一样不敢露头，像蟑螂一样不敢见光，直到他们被折磨致死，最好能在垃圾堆里痛苦去死。杜小姐，请你告诉我，我敢告诉他们我被侵犯了，可这里在场的你的同类们，谁敢说和这件事情有关？谁？关掉！你给我关掉！谁允许你在这种场合搞直播的？你是哪个平台的？保镖呢？你们温家怎么连这种人都给我放进来？保镖还快把他给我赶出去！这位杜小姐，你不要不讲道理。之前你指着这位叶小姐的鼻子说她儿时怎样怎样的时候，也没见你让我关掉直播啊。怎么轮到别人揭露你丑恶嘴脸的时候，你就不许我播了？你杜若薇不要脸！今天是我家孩子不知分寸，擅闯了各位的盛宴。他今晚闹出来些什么事，我们杜家自会给各位送上一份歉礼。叶三小姐，我至今最后悔的一件事情，就是让若薇招惹你。但所有的事情就到此为止。你说的那个案子，我们杜家未曾参与。从今以后，我会叮嘱我的儿女，见到就绕回家。叶可，你不要太得意。你以为从今天以后，会有多少家族、多少人把你视为敌人？你会变成整个豫州的众矢之的，就连温家也不会保你的。我就等着看你怎么完蛋！够了，走。妈，好了，时间不早了，我们回家吧。猪猪啊！妈妈，救我！猪猪，救命！离他远点！猪猪，离我的女儿远点！你这个人贩子！猪猪，方思婉还拿叶宝珠当女儿呢。他们感情本来就很好，今天以后你对叶宝珠更好吧？毕竟有这么能搞事的亲女儿做陪衬，叶宝珠显得多乖巧啊。我不觉得叶空能容忍叶宝珠的存在。不能容忍又怎么样？他现在得罪了那么多人，
要是没有叶家，他恐怕怎么死的都不知道，还不得捏着鼻子认了？这下叶家可真要热闹起来了。说，到底是谁把你藏到哪里去了？为什么我们到处都找不到你，而你偏偏在这个关头出现了？是陆小姐带我来的。我说的是在杜若薇之前，肯定有人故意把你藏起来了，不然就凭你，怎么可能藏匿得到我们所有人都找不到？我就是回到了之前那个疗养院，所以是谁出的钱，谁给你安排的疗养院？我说了，凭你自己肯定办不到。是我。空空，你在说什么？我是不是听错了？是我把他藏起来的。他来找你们爆料，为的是要钱治病。可你们一听到他的说法，就立刻把人赶走。他之后就后悔了，立刻回到了花河县找到我，让我离开，好让他的亲生女儿继续在叶家享受荣华富贵。但我怎么可能听他的？所以我就找人把他抓起来，关进了疗养院。那杜若薇怎么会找到他？准确来说，不是杜若薇先找到他，先找到他的人是张志成，然后他把消息告诉给杜若薇，好让大家觉得这一切都是杜若薇造成的。当然了，把消息透露给张志成的人是我。你明明知道杜若薇会做什么。我知道，故意的。姐姐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都说了不会跟你抢的，你让这个女人来找我，是想让她把病传染给我吗？你是想让我死吗？楚楚啊，你不要这样啊！妈妈是爱你的。行了，哪来的泼妇！抱歉啊，诸位，因为叶家一点家事，让大伙儿看笑话。日月一直对大家隐瞒的真相，只是因为这件事情太丢人了，难以启齿啊。今天的事情，我们回家再说好吗？你在想什么呢，方思婉？方律师，你还当自己是我妈呀？你是喝多了吗？还是做梦呢？空空，你说什么？我说什么你应该听清楚了，就不需要我重复了吧？我知道你今天晚上情绪波动很大，或许也很生气，但是无论有什么矛盾或者不高兴，我们都先回家再说好吗？很该生气的人不是你吗？你听说是我把他带来的，你不是很生气吗？我看得出来，你很不满。你不许这么跟妈妈说话，本来都是你的错，你想让我死，可以一直冲着我来。保住！叶宝珠，你哭什么呀？你不是自己说的让我有事冲你来吗？叶宝珠，你现在还不明白吗？就算你依旧是叶家的女儿，但以后你只要在叶家，我想怎么打你就怎么打你，我想怎么骂你就怎么骂你，哪怕我像现在这样会把你打得头破血流、哭天喊地，家里也没有一个人敢说我一个不字。既然如此，那你以后就来当我的专属出气筒吧，随叫随到，任打任骂的那种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可以考虑你继续留在叶家。够了！什么？你生气了？那你报警啊！如果你不报警的话，那我就每天打他叶宝珠一遍，我让他给我当奴隶，当我的保姆，让他每天早晨第一件事情就是跪着给我磕头，我还要让他像狗一样叫着。还有，叶空！你打我？你疯了！我看是你疯了！你现在这个样子，明明就是性格有问题，你不能再这么偏激、这么极端的过下去。我看你才是疯了！你以为我刚才说的是真的？什么？开玩笑的！我干嘛每天打他？我手不疼啊！我干嘛费这些力气？我以后跟叶宝珠没有关系，我何必浪费情绪？我的意思是，我叶空从此以后跟你们叶家再无任何联系。空空，你不要赌气，我知道你有很多不满，但是我刚才说过了，这些事情我们可以回家再说，不要在别人面前说。家？谁的家？你不是已经做出选择了吗？怎么还能把叶家
当成我的家呢？我没有选择呀，我明明是，你是没有选择，但这不就是你的选择吗？我早就跟你说过了，方女士，什么都想要，却会什么都得不到。空空，你不要这样叫妈妈。我知道你的不满，可是宝珠，你是我养育了20年的孩子，我可以把他送到国外，暂且住几年，甚至更久的可以。等到你成熟了，等到你能理解妈妈了，我再把你。不需要你。我认同你是一个好妈妈，但你只是叶宝珠的好妈妈，不是我叶空的好妈妈。你至今都觉得我的行为是在争风吃醋，方女士，你还是太不了解我了。我每一次你不理解的行为，都是在明确的告诉你必须放弃他叶宝珠，选择我。可是你每一次都忽视我，你只是在我面前努力的扮演一个好妈妈。你会为我洗衣、做饭、收拾房间，甚至和那个老太婆闹掰。你觉得你自己做得很好了，所以你就可以理所应当的忽略我的感受，忽略我讨厌的叶宝珠。小空，妈妈只是想让你和宝珠和平相处。你要让我和这个偷走我身份的人互成姐妹，和平相处。怪不得我养大的叶宝珠，她脸皮如此之厚。你叶空，过分了！还有你也闭嘴，叶总。我记得第一天到叶家的时候，你和我说，想要成为家人，就必须自己努力。你知道我当时在想什么吗？当时我在想，这个人可真搞笑，凭什么这么高高在上？以为我叶空是来你们叶家乞讨的吗？不要再说了，不要再说了，空空，你跟妈妈回家，妈妈都会慢慢教你的。还在意妈妈自居啊？你明明从来没有养过我，这20年，你们母慈允孝、阖家欢乐的时候，我一个人在花河县照顾苦伶仃、无父无母的孤儿。你一定要这么跟妈妈说话吗？你这是在挖妈妈的心呀！这就挖你心了？那你的心可真脆弱。真该去试试我的生活，被打、被骂不罕见，被孤立是日常，被人骂也肿，被人欺负是我的生活。空空，妈妈的心真的好痛。心痛？你第一天知道我在孤儿院长大吗？怎么现在才心痛？方女士，我说这些只是想告诉你，我并不欠你，也请你千万不要沉浸在被伤害的慈母剧本当中，也别试图想让我理解你，因为永远不会有那一天。也请你不要再来打扰你。差点忘了，我这个人呢，不喜欢欠别人的。空空，你这是干嘛？空空，你不要再说气话了。是二姐，叶三小姐，你不要再说气话了。没有爸妈，你在豫州该怎么立足？而且你跟温家的联姻也是建立在叶家的基础。够了！不要扯我！我早就说过，我喜欢的是叶空这个人。我跟叶空的婚约也不可能因为他不是叶家人而取消。就像你，我也绝对不可能因为你是叶家人就承认那一纸婚约。喏，你家的卡。姐姐，你就算离家出走，你也得有钱才行。等过几天你气消了，爸妈还会接你回来的。叶宝珠，我是不会回来的。至于卡，你把我当成和你一样没有父母兄弟，就只会装可怜活下去的废物。禹州的消费水平和其他城市不一样，你还是……看来你真把我当没有用的穷光蛋了。
这是什么？天哪，这是银行存款2000万才能拿到的无限额黑卡。这个可不是你爸妈给的，这是我自己。这张卡给有1000万资产和更高价值的资产证明。啊，这张卡是5000万俱乐部的会员，我是在13岁的时候办的。这张当时赚了太多钱，所以去报考理论。还有这张卡，是我来1周之前签了一个合同，赚了60万。叶宝珠，你说这些够不够我在1周衣食住行呀？不可能，这都是爸爸给你的。不是我的，我就给过他这2张卡。不可能，那肯定是姐姐给你的。岳小姐，真是奇了怪了，承认别人比你优秀就这么难吗？你自己赚这些钱难，可是我赚这些钱简单的很。天哪，居然都是夜空自己赚的。夜空才是真正的豪门呐！说到这儿，我就不得不吐槽一下，你们拥有上流社会最顶级的资源，却有这么多像叶宝珠一样赔钱货、啃老族，真是多之又多。你别太嚣张。看来在豪门长大也没什么值得骄傲的。叶宝珠，这回你相信我不会再回来了吧？因为你求之不得的东西，在我这里像废物。我本来是冲着爱来的，但没人能通过我的考试。你出局了，方女士。还有你，叶先生，我们家人的缘分就到此为止。如果不想结下仇人缘分的话，以后请不要再来打扰我。后悔吗？后悔什么？来豫州，考验人性。没什么好后悔的。虽然我不知道爱是什么，但我努力争取过了。叶空，或许你可以尝试考验一下我。我愿做那个只爱你的人。请问你愿意和我再尝试一次吗？当我温菜是什么人？以为我不在就可以随便污蔑我，可以往我未婚妻头上泼脏水？好。叶小姐，以后请多多指教。小空，找我有什么事？你不跟我们一起回家吗？我不说废话。小空，你的那些画，还有画室，我会找人去收拾的。到时候，请你帮我开门。小空，还有那些花呢？那些花，可都是爸爸精心给你挑选的，一株一株的种下，一天一天的照顾着长大。你不是很喜欢那些花吗？喜欢，但这也不代表什么。我知道你说这些是为了什么，无非是想证明你们是爱我的。可如果爱这么轻易被证明的话，我也没有必要来豫州，没有必要来你们叶家。对了，还有一件事，潘女士，你欠我的大笔医疗费，是你的亲生女儿帮你还，还是叶家帮你还？另外，其实潘女士在2年前就找到我了。2年前？告诉我真相的同时，她还和我诉苦，说在来找我之前，已经去找过她在豪门长大的亲生女儿。
只可惜他这个亲生女儿是个白眼狼，不肯给他治病钱而已。你闭嘴！你胡说！至于这位白眼狼小姐，在被他亲妈找到之后，有没有做过亲子鉴定，对自己的身份是否心知肚明，这我没有，妈妈，我没有，他胡说。既然你2年前就知道了，为什么不来豫州找我们？连自己亲生女儿被调包了都不知道，这样的父母，我有什么必要认他呢？对我来说可有可无。现在这种情况正好证明了我的观点。小兔，小空说的都是真的吗？你2年前就见过那个女人了？啊？我没有，妈，你相信我。我如果早就知道，怎么可能一点痕迹都不露？我真的没有去做过亲子鉴定，我这2年的行程都是可查的。是啊是啊，也不是在胡说八道呢。我2年前可没找过宝珠，我只是去花河找了他，他可是一点都不稀罕你们叶家的。你给我闭嘴！你，还有你，给我回去！这会调查就水落石出。十一，可以再陪我干一件事吗？好，你想干什么？我原本想好好收拾一下他们一家人，但我现在有理，我不想再陪他们耗下去。需要我帮你做些什么吗？我该让他们付出一点。温灿，你的未婚妻在我的生日宴上把警察都闹了，我们温家还要不要脸了？赶紧退婚，这婚事我不同意。父亲，你不同意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说什么？你是不是想气死我？我现在就想问你最后一件事：你当年害死我母亲的时候，有过一丝的犹豫吗？你是为了温家的那个私生子，还是为了温家的下任家主之位？你胡说八道些什么呀？当年那场车祸，我昏迷之前，听见赵氏司机给你打电话。你肯定是听错了。你该为自己的人性付出代价。畜生，小畜生！原来你没有权，你一直在骗我，为什么要骗我？父亲，如果不是当年我装瘸，你会放过我吗？温灿，你原本就不该活在这个世界上。哈哈哈哈！要不是你占了家主继承人的位置，我怎么可能活得这么窝囊？当年应该死的那个人是你，是你害死了你的妈妈。啊，温柔涉嫌一起杀人案，温氏涉及偷税漏税，需温家多人配合调查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我现在只有你了，你是我唯一坚定不移的选择。我知道爱本质无意，是因为人多的温灿，拥挤，不要让我失望。证明我是我会用时间来证明一切的。唯一。